各位朋友，我是周游，欢迎大家来到颐养晚年。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可能关乎你一辈子的积蓄能不能安稳留住。最近我收到不少朋友的私信，说听到风声，美国国税局 IRS 好像开始对咱们华人社区特别关照了，心里慌得不行。那我今天就给大家掰开揉碎了讲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关键的是，咱们该怎么应对。在咱们开讲之前，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能给您提个醒，帮上忙，那我真心麻烦您动动手指给咱们颐养晚年点个关注，再按一下那个点赞的按钮。如果你身边有在美国生活，特别是已经拿了绿卡或者入了籍，但在老家还有银行存款的亲朋好友，请一定把今天的内容转给他们看看，说不定就能帮他们避开一场灭顶之灾。您的这点支持，就是我坚持分享的最大动力，每份鼓励我都记在心里。下面咱们开门见山地说，现在 IRS 确实和以前不一样了，他们查税的手段已经升级到了科幻片级别。很多朋友可能还停留在老观念里，觉得我人在美国，中国的钱我不说谁也不知道。这种想法在10年前也许还能侥幸，但在今天，特别是眼瞅着就要到2026年这个节骨眼上，简直就是拿自己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钱在赌博，赌输了，代价可能就是一半的资产直接被罚没。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为什么我特别强调2026年？因为这一年是 IRS 一个全新系统全面上马的元年。这个系统简单说，就是人工智能查税。以前查税靠人工，审计员眼睛就那么一双，只能抽查一些大案要案。可现在不一样了， IRS 拿到了大笔预算，搞了一套深度学习的算法。这套系统不眠不休，专门在海量的数据里寻找可疑的痕迹。他特别擅长发现一种人，就是在美国申报的收入很低，但实际生活水平却很高的人。你想啊，如果你报税表上写着年收入只有2-3万美元，勉强过活，可系统却通过数据关联发现你住在好学区的大房子里，每年交着高额的房产税，开着不错的车，甚至还有国际旅行的消费记录。这套系统瞬间就会把你标记出来，打上一个高风险的标签。这还不算最厉害的，更关键的是一个叫做 FATCA 的条款，咱们华人圈里常叫它肥咖条款。到了2026年，这个条款的威力才真正显现出来。它意味着美国和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的金融信息交换已经实现了实时对撞。你在国内任何一个主要银行的账户，只要里面有过超过1万美元的动静，这个信息很可能已经躺在 IRS 的后台数据库里了。你以为你在北京的存款，在上海的理财，在台北的基金，山高皇帝远没人知道，其实在数字世界里，他们早就挂号了。好，现在咱们说到最核心，也是最要命的地方了。这一切的风险都汇聚到我们每年都要填的一张税表的一个小小选择上。这张表就是个人所得税表1040的一个附件，叫做 Schedule B， 翻译过来就是利息和股息表。这张表第3部分会问你几个关于海外金融账户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在过去的1年里，你是否拥有或拥有签字权的海外银行或金融账户。问题旁边有2个选项，一个是 Yes 是，一个是 No 否，就是这2个字 No 和 Yes， 你勾选了哪一个，可能直接决定了你海外资产是安全的，还是会被罚掉一半。很多朋友看到这里可能会想，那我当然选 No 啊，我选了 Yes 不是自找麻烦吗？如果你这么想，那就正好踩进了最危险的陷阱。我下面的话，请你一定要听仔细，选 No 的严重后果远远超过你老实选 Yes 可能带来的补税。这里涉及到一个天大的法律概念区别，叫做蓄意与非蓄意。如果你如实勾选 Yes， 只是不小心漏报了一个账户，或者算错了里面的利息收入，这在法律上通常被认定为非蓄意的疏忽，后果一般是补缴税款加上一些利息和罚款，虽然也肉疼，但不会伤筋动骨。但是如果你明明有海外账户，却在那张表上白纸黑字的勾选了 No， 这就完全变了性质。一旦事后被 IRS 通过金融信息交换查出来，在法律上你就构成了蓄意隐瞒或蓄意谎报。这个蓄意的认定是触发最严厉惩罚的开关。根据美国的银行保密法，对于蓄意隐瞒海外金融账户的行为，罚款根本不是按你少交的税来计算，而是直接盯着你账户里的钱本身。罚款标准是
每年罚款10万美元，或者你账户当年最高余额的 50%， 两者取金额高的那个。咱们来算笔账，假如你在国内的银行账户里存着留给自己的养老钱，大概100万美元，因为你连续几年在税表上都勾了 no， 那么 IRS 有权就其中任何一年一次性罚走你50万美元。如果多年累计，罚金超过本金，让你倒欠政府的钱，这完全有可能。听到这里，你可能手心出汗了，别急，咱们慢慢梳理。我们华人家庭在处理海外资产时，常常有几个根深蒂固的误区，正是这些误区导致了那致命的2个字：错误。第一个误区是关于养老金、退休金的性质。很多从国内体制内退休的老朋友，每个月有一笔不错的退休金打到卡上，大家觉得这是我为国家工作一辈子的回报，而且发下来之前单位已经代扣过税了，这钱干干净净，跟美国没关系。这种想法在感情上我特别理解，但在美国税法面前，它是不成立的。只要你身份上是美国的税务居民公民、绿卡持有者或满足居住条件的人，你全球的收入都需要向 IRS 申报。这笔退休金属于你的收入，你需要申报。如果你因为他觉得不该交美国税而选择在 Schedule B 上勾没有账户，那就等于在 IRS 的 AI 系统里亲手点亮了一盏最醒目的红灯。第二个误区是关于联名账户的想当然，这在咱们华人家庭太常见了。父母年纪大了，为了取钱方便，在存折上加上了子女的名字，或者子女孝顺，把自己的钱存在有父母名字的账户里，想着万一用钱方便。大家普遍觉得这钱不是我一个人的，我只是挂个名，应该不用我申报吧？错了，在 IRS 看来，只要那个账户上有你的名字，法律上你就拥有对该账户的签字权，你就负有 100% 的申报义务。你不能说我只是帮忙保管规则不看这个。如果这个联名账户金额不小，而你没申报，勾了 no， 那么整个账户的余额都可能被计入对你罚款的基数里，你这一个挂名可能把全家都拖入风险。第三个误区是关于卖房款的处理。过去这些年，国内房价涨了不少，很多朋友卖掉一套老房子，到手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民币，这笔钱自然而然会先存在国内的银行里。很多人觉得房子在中国，钱在中国，美国怎么管得着？我又没一下子全汇到美国。但现实是，从你房产过户、巨额房款进账的那一刻起，这笔交易在国际反洗钱和税务信息交换的网络里就已经留下了深刻的数字足迹。当你未来想通过蚂蚁搬家的方式，一笔一笔把这钱汇给在美国的子女交学费、付买房首付时，在 IRS 的大数据系统里，这些分散的汇款会被自动归集、分析，轻易就能画出一条海外资金流向美国的清晰图谱。这时，如果他们调出你过往的税表，发现你每年都声称没有海外账户，麻烦就大了。他们不仅要追税，还可能质疑你这笔巨款的原始来源是否合法。一旦和洗钱嫌疑扯上关系，那就不只是钱的问题了。现在的 IRS 手段高超的超乎普通人想象，他们不仅仅看你的税表，还会利用各种公开和商业数据给你做生活画像。比如，他们可能和大型信用卡公司、航空公司，甚至高端零售商有数据合作。如果你的税表显示你是低收入，但系统发现你经常购买奢侈品，有频繁的国际飞行记录，或者你的家庭购买了高额的寿险， AI 会自动提出疑问，他的钱从哪里来？结论很可能指向未申报的海外资产。这种基于消费行为的分析，让以前那种装穷的套路无所遁形。再说深一点，这个 AI 系统甚至能进行社区生活成本比对。比方说，你住在硅谷、纽约长岛或者尔湾这些知名的高消费社区，光房产税一年就要好几万，社区平均家庭收入都在10几万以上，而你报给 IRS 的收入只有3万美元，系统会自动标记，此人的收入无法支撑其居住环境的基本开支，存在高概率的未申报收入来源。以前这种发现可能靠邻居举报或者审计员偶然注意到，现在是全天候自动扫描，名单自动生成，审计通知自动发出。更让人防不胜防的是国际汇款的监控网，很多人以为每次汇个8、9千美元，不突破1万美元的上报线就安全，但现在的监管是穿透式的，多家银行间的多笔小额汇款，通过交易对手、IP 地址、汇款人信息等关联，
很容易被识别为同一系列行为及结构化交易，这本身就是反洗钱监管的重点。IRS 拿到这些信息，再对照你税表上无海外账户的声明，你就是不打自招。讲了这么多可怕的后果，不是为了吓唬大家，恰恰相反，是为了给大家指一条明路。在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前，我们完全有合法、合规的方式来纠正错误，保护资产。最重要的一点是，千万不要静默纠正。什么叫静默纠正？就是你过去几年都填了 no， 今年突然自己改成 yes 了，然后把税一交，以为万事大吉。这在 IRS 看来非常可疑，简直就是举着手说我过去有问题，极易引发他们对过往年份的追溯审计，那等于自己点燃了导火索。目前对于非蓄意漏报的朋友，最成熟的方案是主动利用 IRS 提供的简化申报程序或其他披露计划。这些程序是专门给那些因为无知、误解或得到错误建议而犯错的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你需要在专业顾问的帮助下准备材料，证明你并非蓄意欺骗，然后补报过去几年的信息，补缴相应的税款和一笔比严厉罚款低得多的罚金。这就像生病了早点治，虽然要花钱花时间，但能避免病情恶化到要动大手术，甚至危及生命。这笔钱可以看作是买平安的成本，和潜在的一半资产被罚没相比，绝对是明智的选择。其次，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两个经常被混淆的概念 FBAR 和 FATCA。FBAR 俗称肥爸条款，门槛很低，只要你所有海外金融账户的总值在任何一个时点超过1万美元，就需要向财政部单独申报 FinCEN 114表。这个申报不涉及交税，只是告诉政府你有这些账户。而 FATCA 肥咖条款则体现在我们刚才说的税表 Schedule B 上，并且针对资产更高的群体，有另一张8938表需要填写。很多人只报了 FBAR， 忘了在税表上勾 yes 并处理8938表，或者干脆两个都填了 no， 这都是巨大的风险点，你必须两者都合规处理。再者，要有法律文件意识，如果是代持资产，或者账户里有不属于你的钱，不能光靠嘴说，要有书面协议、赠与证明、资金来源说明等一套完整的证据链。在审计官面前，任何口头的这是我二姨的钱都是苍白无力的，白纸黑字才能划清法律边界。我们这一代华人勤劳、节俭，善于在夹缝中积累财富，也习惯了财不露白的传统智慧。但在全球税务信息透明化的今天，这种旧智慧可能变成新风险。美国政府财政吃紧，寻找新税源的压力巨大，而拥有未申报海外资产又对规则不甚了解的华人群体，在他们看来可能就是最容易摘取的低垂的果实。在 Schedule B 上勾错那两个字，可能就是1分钟的事，但代价可能是毕生的心血。更扎心的是，这种风险会传染给下一代。如果你无法解释清楚赠与子女的买房款来自哪里， IRS 可能会连带审查你子女的税务，甚至将这笔钱视为未申报的海外收入，从而对你子女的资产，比如他们买的房子产生债权。老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本想给儿孙铺路，最后却可能因为一个税务疏失，给后代带来无尽的官司和财务困扰，这是最让人痛心的。大家还要警惕市面上一些所谓的避税秘籍，比如把资产挂在没有美国身份的亲戚名下，这叫代持陷阱。在2026年穿透式监管和反洗钱网络下，这种操作极其危险。只要资金最终为你所用，或流向了你的直系亲属， IRS 有足够的技术和法律手段追查到实质受益人。与其每天提心吊胆地玩躲猫猫，不如让资产阳光化，如实申报了，你的钱就是干净的白钱，可以在美国自由的投资、消费、传承，享受真正的心安理得。不要赌那微乎其微的侥幸，在 AI 和大数据面前，个人的小聪明赢面几乎是零。保护好资产，就是保护好晚年的尊严和生活质量。很多老朋友节俭了一辈子，如果因为对2个字的误解而惨遭重罚，那真是无法承受之重。所以周游我恳请大家看完今天的内容，务必去翻看一下自己过去几年的税表，重点检查 Schedule B 的第3部分。如果发现了问题，不要慌，不要采取任何激进的措施，比如突然清空海外账户，通过非正规渠道转移资金，这些行为本身就会触发警报，而是应该平静下来，去寻求真正专业的、
有处理国际税务经验的会计师或税务律师的帮助，他们会评估你的具体情况，制定最稳妥的补救方案。保护财富是一场马拉松，诚实和合规是最靠谱的跑鞋。咱们华人重视家族传承，但留下带有税务原罪的资产，不是福，而是祸。一旦被 IRS 盯上，漫长的审计、高额的律师费、巨大的精神压力，足以拖垮一个家庭。为了让咱们自己能安享晚年，为了让子孙接手一份清清白白的家业，请务必重视那2个字的分量。目前正是一个处理历史问题的窗口期，政策的风向在收紧，未来的宽限程序可能会越来越少。不要再观望，不要再抱有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IRS 的审计现在是个体精准打击， AI 让大规模审查成本骤降，他们只需要敲几个关键词，就能生成一长串待查名单。我们不希望任何一位同胞成为那个紧猴的鸡。好了，今天这期关于 Schedule B 和那夺命2个字的深度剖析，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我知道内容很沉重，但颐养晚年这个频道的责任，就是把关乎大家切身利益的真相说透彻。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警醒，请一定转发给更多需要的朋友，特别是那些在海外有积蓄的华人家庭，你的一个转发，可能就保住了一个家庭的养老本。别忘了关注颐养晚年频道，点击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后续更多的干货分享。如果此刻你心有感触，或者为家人朋友担忧，请在评论区打出平安2字，让我们彼此祝福，守望相助，共同在这个复杂的时代里，守护好我们辛苦积攒的财富与安稳。如果你有具体的困惑或经历愿意分享，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认真看每一条留言，并在以后的内容里为大家解答。记住，资产安全是晚年幸福的基石，别让那2个错误的字偷走了你的未来和尊严。我是周游，这里是颐养晚年，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祝各位财富稳固，身心平安，家庭和睦，万事顺意。